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来自耐克的 LeBron 23老詹的第23代签名鞋。不同于以往所有的詹姆斯签名鞋，这一次的23代没有了气墊，取而代之的是全掌的 Zoom X， 而且用的还是抽拉式的中底结構，跟12年前的11代一样，12年啊也正好是一个轮回。当年的詹姆斯11代是一双几乎全网喷的鞋款，穿着体验非常糟糕，而这一次的23代，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体验下来，如果光谈穿着感受，它可以算是我穿过的所有詹姆斯签名鞋当中最糟糕的一款，没有之一。重量表现还算可以接受，虽然单只 42.5 码450克的重量确實不算輕，但是整體的重量分布做得還算合理，穿在腳上的體感重量也還算可以接受。而這一雙鞋身上最讓我滿意的一個地方，你一定想不到，是它的外包裝。旗艦的配置，旗艦的包裝，都不說同價位段了，放在所有籃球鞋裡面，它的包裝都是頂級的存在，而且是每一個配色都會有這麼高規格的一個包裝，拿到快遞時的情緒價值是其他所有鞋款都給不到的。但是有一說一啊，這是真的有點不太環保。而至於它的實戰表現，能讓我滿意的就真的不多了。首先，強度確實非常出色，鞋墊上有一塊高強度的碳板，鞋倉下半部分的材料也有較高的硬度，而且這一部分的材料幾乎覆蓋了所有主要的受力點，不管是前掌吃力的地方，還是後跟需要強度支撐的地方，全都覆蓋住了。不管是中底剛性還是鞋面的支撐力度，都非常出色，強度啊絕對是職業級別的水準，不管你要打什麼強度的球局，它都能勝任。第二點就是它拔群的穩定性，抽拉式中底結構的籃球鞋啊，天生就在中底重心以及緩震材料形變控制這兩個方面有着天生的優勢，再加上它寬大的外底以及前掌側面巨大的防側翻角設計，穩定性以及防側翻都非常棒。不過防側翻和靈活性這兩點啊，大家也都知道是有點相悖的，有出色的防側翻，你就必須要犧牲掉一定的靈活性，而這種有着頂級防側翻的籃球鞋，那靈活性就一定不會太好。如果你是多腳步的外線球員，就完全不用去考慮這一雙鞋子，它一定不適合你。它的前掌彎折啊，確實沒啥問題，變向時的彎折也不算特別的困難。但是如果要做一些切入動作或者是交叉步動作，那它的彎折可以說是災難性的，非常難以彎折，而且啊，彎折過來之後，鞋面也會特別卡腳，特別不理想。第三點，頂級的腳感。從前年開始，耐克就慢慢在自家的籃球鞋身上用上了 Zoom X， 優秀的腳感和回彈都是它比較明顯的優勢，而在這一雙鞋身上也同樣如此。而且啊，沒有了傳統鞋墊之後，雙腳直接踩在 Zoom X 的抽拉式鞋墊上，腳感會更加的澎湃，一上腳就能感覺到中底的軟彈，腳感黨一定會愛上這一種感覺。而且與此同時，它還完全不泄力，這一點是非常難得的。雖然它很軟，但是在發力的時候完全不會覺得肉，蹬地的時候腳底下的感覺還是挺乾脆的，不會有特別明顯的泄力感，並且緩震極限也非常高。我180斤的體重，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幾乎不會有什麼震腳的感覺，不管是場地感、反應性、腳感還是緩震，表現都非常棒，沒有任何一項是它的短板。OK， 我們先揚後抑當中啊，稱讚的這一部分就到此打住了。接下來就開始我們的批判時刻。在這一雙鞋身上啊，它的缺點絕對能掩蓋住它所有的優點，有些缺點甚至可以說是非常致命的，直接決定了這一雙鞋究竟是不是能穿着打球。首先就是它比較糟糕的鞋腳一體性，大家也都知道啊，抽拉式中底的籃球鞋什麼最重要？考一下大家啊。沒錯，就是鞋墊與鞋倉之間的匹配度。這一雙鞋跟當年的詹姆斯11代其實存在着同樣的一個問題，鞋墊與鞋倉之間的匹配度，你要說它低吧，其實也還好，並沒有特別差，並沒有說是那種一上腳就能感覺出來這是一雙抽拉式鞋墊的籃球鞋。而它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其實是它的外部鞋倉的用料。這一種偏硬的材料給到我們的感覺啊，就像是一張硬紙板。它確實有着非常出色的強度，也能起到很好的造型作用，但是啊，動態體驗非常糟糕。在動態情況下，你能明顯感覺到鞋墊與鞋倉的不貼合。而同樣是因為它這一個偏硬的鞋面用料，
料，導致了它的動態包裹也非常糟糕。這一次的詹姆斯23代啊，用的是一個正常寬度的鞋楦，對於腳型的包容度非常廣。不過前段的鞋面壓的會稍微有一點點低，高腳背的兄弟們盡量還是試穿之後再決定是不是要購買。但是因為它這一個偏硬的鞋面，即使它的鞋楦對於你來說非常的合適，在拉緊鞋帶之後，你依舊還是會覺得鞋倉內部的多餘空間會非常多。它的鞋面完全做不到與雙腳的完美貼合。確實啊，在磨合幾場球之後，它的鞋面貼合度會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提升並不會特別大。而且在動態情況下，它包裹舒適度差的這一個缺點也會暴露無遺。不管是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在彎折處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勒腳或者是卡腳的情況，體驗非常糟糕。但是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我在穿這一雙鞋身上碰到最大的問題，最勸退我的一個問題是它磨跟腱。它的後跟材料巨硬，而且加上 Zoom Max 的鞋墊，在運動時會產生比較大的形變。不管是我們在跑動的時候，還是在正常走路的時候，雙腳在鞋內都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上下位移，而它這一個巨硬的後跟會一直頂着我們的跟腱。當然啊，這也可能是我個人腳型的問題，我不知道別人穿這一雙鞋是不是也會存在着相同的情況。如果你已經買了這一雙鞋，可以在評論區來告訴一下大家，你是不是也碰到了跟我相同的情況，看看究竟啊，這只是我個人的個例，還是不少兄弟都會碰到這一個情況。哇，摸上去都有點腫了，磨腫了都。而就是因為磨後跟的這個問題啊，直接導致了我沒有辦法長時間穿它打球，要不就打腳，不然後跟就會被磨得生疼，特別的難受。剩下的問題其實都是一些小問題，像是跑動感受不算特別的出色，過於平整的外底讓它特別不利於跑跳。整一雙鞋的定位啊，就是穩定扎實，外線選手完全不用去考慮它，這就是一雙純粹的內線鞋款。而且啊，它的橫向抓地也並不算特別優秀，在有灰塵的場地上面做一些变向動作，腳底下總不是特別看脆。其他基本上就沒什麼特別大的問題了。如果你覺得我說的上述的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的，那你想要去購買它也完全沒有問題。畢竟這大包裝啊，真的能給到我們滿滿的情緒價值。LeBron 23我就不給他打分了，因為這一雙鞋啊是真的不適合我，不管是打法方面還是腳型方面，跟我沒有任何一項可以適配。但是不得不說，它的強度以及它的中底調教確實都非常不錯。當然，它也有它對應的適配人群，詹姆斯的粉絲自然不必多說。我覺得23代一定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代，不管是外觀還是整一雙鞋自身的意義，都是詹姆斯所有的簽名鞋當中名列前茅的。而如果你純粹只是為了打球，那打法偏向於內線，而且平时有打腳習慣的球員再去考慮這個鞋款。其他類型的兄弟們，我相信啊，一定會有更加適合你們去進行選擇的鞋款。好了，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樣樣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